Hello， 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怎么样去做笔刷尺寸的记忆哦。那我们以前常在用的做法应该就是这样子。我们比方说描到像眼睫毛这边比较粗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先把我们的这个锁头锁起来，然后再放大笔刷，然后去描它的这个，然后需要大范围涂黑的部分，应该平常都是这样子做。画完以后呢，我们切回到其他工具，再回来它就变成4批手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画。那这个功能其实已经很好用，这个锁头的功能很好用了。那如果今天呢，可能还有就是漫画用跟画彩图用的，你可能用了不一样的尺寸。比方说你画漫画的时候是4批手，那你画彩图的时候，因为图比较大张，所以我们可能就会用到6批手或者是8批手。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自己开一个新的彩图用的笔刷，然后把它改成6批手。然后把它锁起来，通常都是这样子吧。如果你今天有超级多的，就是用途，比方说，涂鸦用的，然后什么，比方说 VTuber 用的之类的，就是你可能会有根据不同的稿件的属性，然后有不同的描线的尺寸嘛。一直新增笔也不是个办法，所以呢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功能，说不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我用这个彩图用的这支笔来做示范哦。我打开扳手，找到笔刷尺寸，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在意过这个东西？当我点下去以后，帮我显示指示器，按一下，它这边就会是这种指示器模式。那我们的这些笔压设定这个的还是不影响哦。那我们点一下，那你就可以看，现在是3批手，到最大的时候是几批手呢？最大的时候是50批手。这个第一是3批手，这个2，我看一下，它是5批手，这个10批手，所以这是30。不是20，这是50。所以它可以记录5个，它可以记录5个。那你说，那我要怎么样去设定成自己的尺寸呢？因为它的3批手、几批手都不是你要的嘛。我们再按一下这个箭头，然后再按一下设定指示器。在这边呢，你就可以去设定咯。所以比方说你比较常用的最小的笔刷尺寸是4，然后再来就是什么6，然后可能最高只有10而已哦，或者是12。我们假设12，那你就是自己去做设定，这样子所以呢，之后你的笔刷这边就可以根据这个有不同的笔刷尺寸，那你就不用说每次都还要在这边用这个锁头去锁哟。那也不只是笔刷尺寸可以这样子做，你其他的，比方说像是不透明度，你也可以这样子做。它前面只要有这个小箭头的工具，它其实都有显示滑杆跟显示指示器的功能。假设你今天呢想要说，我所有的笔刷尺寸我都有固定的，我都固定了。我这一个可能这一包全部都是画线稿的，那我全部可能都是只有我们刚才设定的4到12的这个尺寸嘛。那我们可以按复制值，然后复制到同一组内的辅助工具中。那这样子我所有的辅助工具它前面这个笔刷尺寸就变成像这样子。那如果你不希望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复制了，对，因为它只是复制而已，它并没有同步，它只有复制而已，所以你还是可以把它改回来你原本的滑杆，然后再把它复制回来，像这样子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很简单的怎么样去固定跟记录笔刷尺寸呢？最多就是5个，因为这边的数值只有5个，1、2、3、4、5，只有5个。就是这样子啦，谢谢大家。